蛮多人对 Huber 这个机油有蛮大的一个疑虑，168块就可以买到德国的这个技术，到底是不是真的？首先 Huber 这个品牌，技术方、品牌方都是在德国生产 Huber 的这个厂的老板呢，当然还是有欧洲人在掌舵，流程也好 ，SOP 也好，都是跟着 European 的这个 standard 来做的。第二点，同样也是我个人觉得真的不太行的，就是这个包装方面，这个桶应该你会在某些比较普通的机油身上看过，就不是橙色，可能是别的颜色啦。讲说会用上这个瓶子，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瓶子它是在马来西亚市场啦，经过了非常多年的打磨，20年前的设计，这个瓶子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摔坏，不断优良改进而来的。瓶子方面省下了 costing， 坐在这个你的内容物、你的 content 就可以用到成分更加干净的这个机油。点击左下角的这个按钮，直接去到 Huber 的 Shopee 官方网店查看更多的详情以及下单。当然也非常欢迎用过 Huber 机油的各位在留言区写出你们最老实的 comment， 这个机油到底有没有像我讲的那么厉害？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你们今天主持人阿豪。今天看到这个身后的背景就知道我又是要讲跟赛事有关系的东西这个场地呢，不是我们一般的普通车比赛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 RC 遥控车比赛的一个竞技场地。为什么会带大家来看遥控车呢？这个就要追溯到10几年前这个就要追溯到10几年前，其实我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赛车梦。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消费得起真实在马来西亚雪邦赛道或者其他赛道开真正的1比1的车来比赛，对我们来讲太遥远了。所以在1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尝试玩小比例的遥控车，1比10的油动遥控车。你没听错是打油的但是这个油不是普通的 petrol 啦，不是汽油，而是 nitro。相信看到这里，如果你也是这一份子的话，你应该会开始兴奋起来。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的就是阔别10多年后，我又再次回锅回坑来玩 Nitro 油动的 RC Buggy 了啦。这辆呢就是我最近刚买的，是一个日本的品牌啦，叫 Kyosho。这一台是一个属于比较入门的1比8的油动 RC 遥控车。然后这一种车型你看到它好像很怪这样，又有一个好像 F1 的 spoiler， 车身的 design 也好像 F1 这样，可是用这种巧克力轮胎，不伦不类这样子，四不像。但是这一个车型呢，在我们遥控界叫做 Buggy 啦，就是越野车型，是属于可以跳，不管是那种飞越路面跳台等等，这一种车它都可以很好的应付啦。那这一台 Buggy 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入门等级的，所以我在日本买呢，它的价格其实是相对便宜，因为日本货嘛，他们的国产货，然后价格大概换算到马币是1800块这样子而已。如果在马来西亚买同款的话啦，应该是要 top up 一个好几百块啦。那这台车是一个油动车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拉杆，是要 start engine 的。这一个油动的拉杆呢，就有点像巴沙马兰的那个发电机一样，它也是需要点火装置，需要装 plug， 然后需要打油，但是它的油是 nitro。然后这一种 buggy 它的 suspension 行程会比较长，所以当它在落地的时候不会乱跳 ，suspension 落地的时候会比较稳，就跟我们真正的车一样。所以如果你的 suspension 行程比较长，好像一些 4x4 或者我们去 Borneo Safari 去越野的那一种 suspension， 那个车如果是经过一些颠簸或者落地的时候，可以把那个撞击力吸收掉。这个就是这一种车型的一大特点啦。那为什么10多年后会入坑呢？其实很可惜啦，10多年前我有尝试玩这个东西，然后是玩中国品牌的，就是比较便宜的那一种车型，尺寸是1比10，是比这个更加小台一点点，也是油动，然后一台买到来大概是500-600块钱。为什么那时候玩一下就放弃呢？主要原因是收入问题，负荷不到玩这个油动车。再来就是生活压力让我没有办法，需要放弃掉这个 hobby。我是很喜欢车，相信每个人都知道，我也很喜欢这种竞速的东西，我也很喜欢越野，所以融合了这一切东西，用最省钱的方法得到这一些多巴胺，就是靠 RC 车型，它是把所有东西缩小化。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因为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咬牙切齿之下，心痛的把它卖掉了。10多年后，现在的经济情况还比较 OK 了。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又看到它，又重燃了那个10多年前想要玩这种 RC Buggy 的热忱。今天它就出现在 Johor Bahru Ulu Tilam 区班夫这个地方的 International Buggy 赛道。当然，这台车因为它是油动车嘛，我们也可以用它来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你买了一台新车，真实的车可以驾的1比1的车，也是需要
要 run in， 这种车也是需要 run in。等下我们就会把它拿来做一个 run in， 顺便把这个引擎结构跟真实车款的结构跟大家一次讲清楚，让大家知道 run in 是怎么一回事。新车需不需要 run in？ 好像我的 Proton Saga 啊，原厂跟大家讲，首10000公里才要做 service， 就是换机油啦。到底好不好呢？我觉得它有它的方向，他们觉得好啦。不过以机械结构，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机械工程师，我自己觉得不太好。引擎 run in 应该怎样 run in， 应该怎样保养？我们今天用这个 RC Buggy 的影片来跟大家细细分享一下。刚刚我们讲到新车 run in 呢，这个就是我们拆下来的 engine， 当然不是从我车上拆下来啦，这是现场这里有一颗已经拆散了的 engine。它的 piston 呢，跟我们真正1:1的车当然是比较小颗啦，也是只有1颗，所以它是单缸引擎，它的 piston 就这样小颗，它是跟真实车的 piston 长到有88%像啦，只不过它是完全缩小。然后这个 piston 呢，跟 piston wall 就是在里面摩擦嘛，这样子摩擦上下的走动。像我们真实1:1的车呢，就会通过我们的机油 lubricant 来把它的 piston 跟 piston wall 之间做到一层润滑的效果。不过在 RC Buggy 上面没有引擎机油，所以呢，我们的 Nitro 它里面就有添加了一些添加剂，就是让它有润滑的功能。它在运作的同时，在燃烧爆炸的同时，也会有让它做到这个润滑的效果。讲到这个 Nitro 的油呢，我自己选用的是这一款 VP Racing， 相信一直有在看我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了 ，VP Racing 这个是一个很大厂品牌，专门做引擎机油啊、润滑油啊、coolant 啊等等，他们都有在做。当然包括 Nitro 这种 RC 级别的赛事的油，他们也有在做。然后里面呢，应该是找不到它写什么类型的配方啊，不可能有啦，因为会被抄袭嘛。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玩这种油动的赛车的话，这里不仅是可以买到它的这个 Nitro 油，你还可以在这里买到很多各式各样的 spare part。要玩这种赛事的东西啊，其实最重要就是 spare part 要够啦。因为像我们自己赛车也是，我们车队会在一些比较容易坏的 spare part 去做 backup 的。好像我们每一个比赛 MSF 的比赛，我们的车队都会 stand by 我们的 drive shaft 啦、牙箱啦，然后我们的车一些比较容易损坏的东西，最容易损坏就是轮胎，我们也会 spare 很多轮胎。当然，如果是来到乌鲁迪拉这个班夫这边的 track 呢，你不仅是可以玩车而已，你的车如果什么操作失误还是怎样，有意外还是有东西坏，那刚好这里有 spare part 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你想象一下，你从 KL 来，你开了4个小时的车啊，来这边加15分钟的 RC， 然后你的车 drive shaft 断掉，这个时候如果有 spare part 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当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不同品牌的 spare part 啦，我自己也不是很熟，我是一个小白，但是我可以看到有什么 Mayako 啦，有 Mugen 的啦 S-Work 的，然后有各式各样的 spare part， 我不会看，但是至少我看到是挂满墙，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你们都可以来这里玩一下车，可能哪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切磋一下呢，对不对？跑完了Sepang的1:1大辆车的赛事，我当然也会想要 join 这种小台车1:8的比赛。今年2026年3月15号这里也会做比赛。那现在我们要 run in 我们的车，刚刚我们讲到 run in， 我们新车如果没有好好的 run in 的话，你的这个 piston 跟你的这个 piston wall 是不是很快挂花，然后就会有损坏的可能性？真正的车也是，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很多新车啊，出厂跟你讲你下一次 service 是10000公里，我个人是不太认同的啦，因为我们的车不管是怎样，它都是由机器所制造出来的那个引擎，那个 piston wall， 那个 piston 多少都会有一些 tolerance 的尺寸的差距，所以 piston ring、piston wall 在摩擦刮蹭的同时，尤其是新车啊，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碎屑、铁屑，它会跑去哪里？它会跑去你的机油里面去，然后机油会把它带去哪里？带去你的 oil filter， 比较大颗的分子、比较大颗的铁屑就会被 oil filter 抓起来，可是还是会有很多很幼小的那些铁屑，还会在里面流淌，也会在里面刮蹭。所以新车不要拉大油，不要加太快，不要高转速，顺驾，给它好好的磨合，然后你才可以保证你的车的引擎寿命可以更长更久。当然，引擎机油也非常重要啦，像我自己的引擎，像我的 Saga 啦，这一辆新车，它是 under warranty， 我要在10000公里的时候才去做这个 servicing 嘛。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如果贪它的那个 warranty， 而不在中间自己先把那个有铁屑的机油换掉的话，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我自己是有把机油换掉。所以我相信我的 Saga 的引擎会比起那种跟着 SOP 等到10000公里才 service， 然后是那种乱拉的车来的更加长寿。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玩车的方式啦。废话少说，我们现在下楼去 run in 我的小跑车。
好，看到吗？我跑这个的啊。刚刚我们算是完成了第一跑了，这一台车的一个 run in， 总共跑了4缸油这样子。然后这个4缸油跑到完呢的一个心得啊，就是我们平时驾车呢，不管在赛道拿极好的成绩也好，还是有几多的经验，我们把1:1的赛车啊缩小成1:8过后，就是从零开始了，没有这样简单，一切都是要从最基础开始学习。所以今天算是来上了一个宝贵的一堂课，人生就是这样子，你每接触一个新的东西，你都是要从零开始。虽然你可能有一些相关的知识，但不等于你马上下场就可以很厉害。这个赛道对我来讲挑战性太高了，我的 brother 跑道还比我好，他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我们也是10多年前一起玩啦，所谓第一次接触就是10多年后就是重新来过的一个意思。那我对这一台 Kyosho 的 Inferno Neo 4.0算是很满意了，它是一台入门车，可是它真的是保障到我全程没有死火，除非我把油跑完，就算车反过来，它还是可以好好的等到工作人员去把车返回来继续玩，所以我对它表现是很满意啦。然后场地方面更不用讲，这个场地真的是很好，因为它很干净，它不是那种沙尘 off road， 你跑完沙尘 off road 要清理是很麻烦的。这个的清理方式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拿来这边有准备好 compressor 给你喷那个风，把灰尘清干净，收拾好你的东西，又可以回家了。我们在这边玩了好几个小时，很开心。当然，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把地址啊还有联络方式放在影片下方啊，你们都可以过来租 track。像我这样跑是有 track fee 的，比起1:1的赛车是便宜很多。可是可能有些人会讲还要给 track fee， 我跟你讲肯定值得，因为不是广告啊。刚才我们 beginner 嘛，我们的车又撞出去啦，又反啦，你看那个工人跑来跑去去把那个车移回来，你不可能从那个高高的地方下来去移你的车嘛，所以工钱还是要给到，有 compressor 给你用，有水可以洗手什么等等，设备非常的完整，场地也很好，又凉。刚才我们站在上面不会晒太阳。有谁想要跟我一起玩，我们可以一起 join 起来。可能有多朋友的话啦，在留言区 comment， 我们可以组织一个 WhatsApp group， 大家一起做 beginner， 或者有高手也可以 join 我们一起教我们怎样驾这个车，怎样玩好这个 RC buggy。今天这一集就先这样子，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嘟下去。我是阿豪 ATS，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